在四川广洱的深山绝壁上，发现了这个挂在悬崖绝壁上的房子，上去的路更是让人惊心胆战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。远远望去非常神秘，究竟是谁把房子修在这种危险的地方？难道是世外高人在此隐居？带着好奇心啊，今天我们就一起登上这座神秘的房子，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波。今天带你们来的地方是四川江油的大山里边。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就是我身后这个崖壁上面。在上面我们刚才发现了一座非常古老的这个房子啊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到底有没有人居住啊？今天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过去一探究竟。出发。这个地方啊并不好找，我们开车开了接近2个小时的盘山路，然后呢还向当地的这个村民打听，才找到这个地方，一般人是找不到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啊，都是这种羊肠小道，非常的窄啊，而且在我的这个右手边这下面，大家注意看啊，都是悬崖绝壁哈，要是掉下去啊，骨头渣渣都不剩。这个路非常窄啊，一次性只能容纳1个人。这儿的树木特别多，有很多树木还是中药材。这边感觉还掉石头啊。这儿有个山洞，一口水缸，这个水啊非常的清澈啊，都是在这个崖缝里然后流下来的，水质非常好。就在对面那个崖壁上面啊，那个白色那里啊，我们需要从这儿徒步过去。这下面非常的高，这儿的还有一个小的山神庙啊。这下面非常高啊，我看下面的话2腿发软，心跳加速。这下面是个深不见底的峡谷啊，非常高，你看它两边都是悬崖绝壁哈。它这个地方还堆放了很多木头，这个木料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吧。此刻我们已经来到悬崖绝壁上面了。我这个腿啊都在打抖了，特别高哈。看一下这个路，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是从对面这个崖口，然后从这儿，然后走过来的。你看这下面。万丈深渊啊，非常高。哇！大家快看，就在前面那个位置，我们终于到了哈。这儿长满了很多竹子啊。这个位置还有一座塔，
看上面写什么？月季比丘上灯下借法师。哦，这个是个法师的这个墓。哇，这儿的风景是绝子啊！走吧，这儿还堆了很多木料，应该是原来的这个老房子拆下来的。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些木料全部堆在这个位置，已经没有用了，腐了。下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小房子，在这个绝壁上面啊，不知道是搞来干嘛的。它这个位置有道门，叫因果门。旁边有个水池。这外面有个地基，你看都是用石头砌的。之前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房子的哈。我们从这儿走过来，我们今天是2个人哈，1个人不敢来。你看找的全都是这种石梯，外面是用木头搭建的哈，要不然会塌下去了。这里边是人工开凿的，崖壁下面开的啊。你看这上面还长草了哎，在崖壁上面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没有土壤，但是能在这个崖壁上长出来，也是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往前面走吧。它这里还有一口这种卫星锅，你看装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了。它这儿还有很多这种石头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啊？你看啊，水泥墩子啊，它这个房子好像已经开裂了哦。看一下外面是有防护栏，非常安全哈。哇，这外面实在太高了，你们看一下，悬崖绝壁上面，我的个天呀，非常高啊！你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房子啊，你看特别大，这儿有道门进来，这里边还有很多的书，还有蚊香，这儿还有一张床哈，看一下，还有衣服裤子啊，说明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是有人居住的，可能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墓，那个法师可能已经去世了，这些衣物应该是他的哈，还有个铡刀，这个以前睡觉的一个床铺，你看一下，这儿还有很多的书籍，你看大佛顶，这个是个经书，这个是啥？蚊香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些风景，万里长城。你看这儿还有本经书，这上面都是印的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地藏王菩萨的经，这儿也有很多的经书，你看，好多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啥？哎，这儿还有一张照片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法师的一个照片，你看，看上去非常年轻哈。我们走这边去看一下。这儿还有个房间，还有一把手锯，你看，锯子，锯木头的板钉。
还有一件僧袍。你看这个裤子皮带的还在上面，毛巾，下面还有一些炭火。这有2张床，还有一个柜子，蚊帐，也是乱七八糟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这儿还有个很大的房间。你看，还有手电筒，应该坏了。插板，温水瓶。这儿是个不知道装的啥，一个很大的床铺啊。你看，被子啊、毛毯啊，什么都有。上面还有个台，这儿还有一个很古老的电视机。这个电视机应该有好几十年了吧，应该是80年代的吧，非常古老了。这儿还有很多衣物，你看这些箱子都是空的。它这个位置是放了一些经书，我们看一下：慈悲金刚宝忏。就是净土10要，这上面还有啊，4分律、含注见本、书行踪迹，这啥呀？这个我看不懂，放回去。还有很多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这里的风景是绝好啊！这儿还有个缸子，原来装水的。桌子，它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庙。我们看一下这儿，中间这尊是观音。这一尊有点像地藏，这一尊是谁啊？不认识哦。看一下这边，它这边是个小房间，还有个柜子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上面写的字“转凡间”。这是个小房间，你看，蚊帐，还有灯泡，但是现在这儿没电了，看一下，已经断电了。之前这儿有人睡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它这边都是水泥做的这个梯子哈，但是这儿好像有点往外面倾斜了。你看，这是原来的泥垢地，这儿之前是个供奉神像的一个神龛。这是之前的一个厨房，你看。锅碗瓢盆什么都有啊，做饭的一个灶，这上面都是烧柴的，你看一下，打火机有好几个，水瓶，桌子，哎，这是空的啊。装水的水缸，然后泡菜坛子，还有2个箱子。这里面居然还有打米机啊，还有洗衣机。
们看一下上面。这两间房子啊，房顶都没有，直接塌了。这儿还有个房间，语言。还有一个鼓啊。这儿有张床，但是已经废弃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它这边呢还有很多的经幡，你看啊，哇，南无普贤王菩萨之神位，这儿应该是西方三圣吧？普贤。还有文殊，还有一尊是谁呀？我一下子忘记了。看一下，这个有点像18罗汉哦。形态怪异。你看这尊罗汉。它这个眉毛特别长，用手来拿着了。它这后面还有一个小房间，也是个神龛，废弃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楼顶呢，好像是已经卸下来了。这边还有罗汉。这尊罗汉非常怪异，他在掏耳朵。这一尊罗汉非常的怪异，这尊罗汉在笑，这尊罗汉在敲木鱼。形态各异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它这儿还有一个房间，哇，好大呀！但是已经空了。它这边堆了很多的木料，应该是原来这个老庙上面然后拆下来的哈。后面好像还有东西。这后面是一个水缸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边非常高，这条路非常的危险啊！看一下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哇，好吓人啊！算了，不上去了。刚才大家已经看完了，这个地方确定是一座古庙，但是至今多少年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现在是一片狼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但是我很好奇啊，
这个地方为什么没人呢？我们刚才从这一些房间里面看到，他们的这个被子啊、衣服啊，对吧？还有他们的毛巾都还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床也是很多的。当时这个地方应该居住了很多人，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现在荒废了？人去哪里了？为什么走的时候不把被子啊、衣服啊全部带走呢？还要留在这里边呢？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！这里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呀不得而知啊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